三爱 Atlas 星际访客的未解之谜与政治风暴。近期全新的观测和测量数据将三 Atlas 彗星推回了科学界的聚光灯下，这并非源于坊间传闻或臆测，而是基于一系列确凿的实证观察。这些发现正迫使我们紧急重新审视关于这位星际访客的现有所有认知。最近一次近日点穿越期间拍摄的图像显示，其核心结构异常紧凑，完全没有出现预期中庞大的彗尾。同时，精确的天体测量数据揭示了三 Atlas 存在显著的侧向位移和非引力加速度现象，这些都持续挑战着我们对现有物理学理论的理解极限。然而，更令人不安的动态正在幕后悄然上演。航天机构内部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公开报道的战略性解职，以及关于这些举动背后政治动机的猜测愈演愈烈。那些可能颠覆一切认知的高分辨率图像，究竟是被有意雪藏，还是被策略性的公之于众？2025年11月4日，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则声明，无疑让科学界措手不及。他在真相社交平台突然宣布，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将接替肖恩·达菲，出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一职。此举的时机格外引人注目。许多评论家指出，这次人事地震恰好发生在特朗普总统就金卡戴珊的推特言论发表争议性回应之后。这一巧合在天文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和诸多揣测。这究竟仅仅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行政调整，还是与三 Atlas 彗星的观测存在着更深层次、不为人知的关联？当世人翘首期盼美国政府结束停摆，并急切等待高空相机捕捉到的最佳三 Atlas 图像公开发布之际，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中国国家航天局 CNSA 打破了沉默。中国发布了由天问1号火星轨道器于2025年10月3日在距离三 Atlas 2896万公里处获取的图像。这些绝非普通的业余影像，而是来自全球最尖端太空任务之一的专业级科学数据。天问1号探测器于2021年2月成功进入火星轨道，其搭载的高分辨率成像相机 Herrick 主镜直径达 38.7 厘米。尽管其分辨率略低于美国50厘米口径的高分辨率相机，但中国此次发布的图像依然具有革命性意义。海瑞克的影像清晰地展现了三 Atlas 彗核及其延伸达数千公里的彗发结构。更令人惊叹的是，中国研究团队成功基于30张30秒曝光的实时运动图像，生成了三 Atlas 在火星天空中的完整轨迹动画。出人意料的是，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决定打破官方的缄默，他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证实了许多人的猜测。他刚刚与 NASA 就三 Atlas 彗星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表示，政府恢复运作后，他们将公开相关图像和数据，并遗憾地指出，由于官僚程序的限制，这些信息此前未能对外公布。这位议员还进一步确认，哈佛大学的阿维·洛伊博士对该异常天体的初步分析是准确的。NASA 同样观测到了这一现象，并坚信随着技术进步，三 Atlas将成为众多可追踪星际物体中的一员。这份声明具有多重爆炸性意义。首先，它正式确认了 NASA 观测到了与阿维·洛布博士发现的相同的异常现象。其次，它暗示了存在远超公众认知的异常星际物体。第三，它坦诚关键数据曾因官僚主义原因被隐瞒。数据是不会撒谎的。基于最新的观测数据，并采用参考团队常规参数构建的模型，指向三 Atlas 彗星轨道存在2处关键变异。其一，
无法解释的横向位移。该物体相较于先前预测呈现出显著的左右横向位置偏差。值得注意的是，其垂直位移未见显著变化，这暗示着存在一种高度特定且受控的运动模式。其次，持续存在的非引力加速度信号依然存在，但其数值经修正后已减至近日点后公布初始值的约1/3。即便如此，该加速度仍保持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且依然被归类为常规引力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技术层面讲，这意味着轨道平面内存在额外的加速度分量参数 r 和 a 非，而垂直分量 a 非仍与零值相容。实际意义上，作用力呈现径向与侧向分布，并且并未将物体抬离其运动平面5亿吨悖论。至此，物理学规律已不容忽视。彗星非引力加速度的标准解释相当直接：物质喷发产生火箭效应，从而改变轨道，将动量守恒定律应用于测量值，并假设彗星气体典型的喷发速度约为数百米飞秒。物理估算表明，3i 艾特拉斯彗星在近日点附近近距离掠过期间，本应损失大量质量，约达13%以上。如此规模意味着需要释放数十亿吨的尘埃与气体物质，足以形成庞大的彗发和彗尾，即便小型天文台也应能观测到。问题在于，后续图像并未呈现出这种庞大的云团，相反，彗核显得紧凑，彗发规模有限。降低预估加速度虽然可以缓解定量压力，减少所需质量损失，但从本质上无法解决关键问题，存在非引力加速度，却无符合经典计算的彗发或彗尾云团。化学成分的矛盾，初步的光谱学分析和比对揭示了难以解释的痕迹。镍元素占主导地位，而铁元素则近乎完全缺失。一氧化碳与水分子比例极度偏高，这些特征与罕见的挥发性化合物相符，甚至可能是工业加工的副产物，例如镍4磷基化合物。这些毒素对于源自寒冷原始太空区域的天体而言实属意外。该区域通常孕育着富含冰层且具有典型岩质构成的天。体光学偏振测量显示出极端的负偏振值，这被解读为巨大高孔隙率且结构复杂的粒子信号。这与我们太阳系典型彗星的观测结果截然不同。现存3种科学假说，基于现有证据，目前仅剩下3种假说仍具科学上的可行性。一、非典型天然彗星，扩展模型需考虑定向喷射机制，不形成广域彗发，或以远高于热解气化预期的超高速喷射粒子。此类调整可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天然起源的假说，尽管3艾特拉斯仍属特例。2、非热力学机制或内部引擎，即存在一个能以远超热脱气预期速度抛射物质的冲量源，这可以大幅降低对大规模质量流失的需求。3、人造探测器或人工制品，这一假说需要非凡的证据来支撑，例如人工辐射、几何结构或无可争议的工业成分。尽管其鲜艳概率极低，但在具体的观测验证将其推翻之前，该假说仍无法被完全排除。3艾特拉斯的10大显著异常：一、逆行轨迹与黄道面近乎平行。3艾特拉斯沿逆行轨道进入太阳系，却出人意料地与行星轨道平面保持在几度之内的精确对齐。星际物体通常来自随机方向，这种对齐在统计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2、指向太阳的反尾喷射。图像捕捉到反尾结构的形成，一股由尘埃与气体组成的光束直指太阳。这种行为与传统彗星物理学所确立的规律截然相反。传统理论认为太阳辐射会将物质向外推。3、异常质量与速度。测算表明，3艾特拉斯
汇合尺寸超出了彗星的平均值，同时具备高位移速度。此种组合极为罕见，可能暗示其物质比普通的冰尘更具抗性。4. 同步行星接近序列。3. Atlas 执行了一系列协调的近距离行星接近，导致地球难以对其进行直接观测。这种轨道舞步刻意缩小了采集最敏感数据的窗口期。5. 异常化学成分。光谱显示镍元素异常富集，铁元素近乎完全缺失，且一氧化碳与水的比例极高。该成分组合暗示其起源于与已知环境截然不同的天体物理环境。6. 极端负值光学偏振测量显示彗星尘埃中负值强度异常显著，指向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高孔隙率大颗粒。此类结构在本地起源彗星中罕见。7. 起源方向。临近1977年 WOW 信号源，轨迹推演表明其起源区域与1977年探测到的著名 WOW 射电信号源自同一天区。方向性的吻合重新点燃了关于特定宇宙路径的争论。8. 异常光变演化。3. Atlas 彗星呈现突发亮度激增，伴随强烈的绿色辐射，其色泽可见性发生改变。该亮度变化未遵循传统热活动曲线，呈现出意外峰值。9. 加速质量损失悖论。传统的质量损失范式源于气体物质喷射，然而后续图像并未显示足以支撑此类动量的碎片量，这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物理悖论。10. 恒定对称喷射无检测反冲。尽管存在碎裂与气体排放，3 Atlas 仍保持着表面均匀对称的喷射状态，未显现牛顿第三定律所预期的反冲，这暗示着精确分配的冲量或其非凡的内部构成。决定性窗口。2025年12月、11月下旬至次年1月间的协同观测计划将以2025年12月19日为关键节点，直接检验这些假说。科学界亟待观测的要素包括与 CO 云兼容的清晰广域观测，符合质量大于10%定律的 COH2O， 镍及特殊化合物的光谱特征。非热辐射的伽马射线与微波信号以表明非传统能量过程。详细的偏振图谱以表征粒子特性。高精度天体测量数据用于验证是否存在激动或可变加速度。通过整合上述数据，科学家将能够最终区分自然大质量喷发、高速定向排气以及特殊或人工起源的假说。